很高兴您来到 Star 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赵丽颖、张艺兴、肖央瞄准清明档，这个小档期能再创纪录吗？去年清明档，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起、功夫熊猫4三部风格各异的动画电影，草木人间，黄雀在后。我们一起摇太阳，3部切面不同的现实题材作品，以较高的影片质量，刷新了总票房和观影人次的历史记录。尤其档期结束后，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和哥斯拉大战金刚2、帝国崛起有着不俗的长尾表现，分别获得了7.91亿元和9.56亿元的总票房。2025年清明档还有3周即将到来，虽然今年还没有动画电影瞄准这一档期，但3部已经定档的现实题材作品要比去年来得更生猛，也更星光熠熠。赵丽颖、张艺兴、肖央将各自带着鲜活的故事竞逐清明档。阳光照耀青春里，小人物的挣扎。最先宣布定档清明的是由饶晓志监制，曾海若导演，肖央、春夏领衔主演，陈明昊、蒋奇明特别主演的《阳光照耀青春里》。肖央饰演的何立卫被强制送进青春里康复医院，在这里，他遇见了一群脑洞清奇的特殊朋友。在他千方百计想要逃出这个地方时，他对生活、对自我产生越来越多迷惑。从预告片来看，肖央一改之前作品中狠厉冷酷的一面，鼻青脸肿地走上了窝囊赛道。春夏饰演的春春是青春里的一抹亮色，一心想带何立卫逃跑的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想法，一时让人捉摸不透。陈明昊饰演的洪主任，以不怒自威的气势成为青春里最有压迫感的存在。蒋奇明饰演的李大宇一开口就是熟悉的口音，让人忍俊不禁。这个故事乍一看与网上多年来流传的一个问题十分贴近，即如果你被当成精神障碍患者抓进精神病院，你要如何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但这样的题材在国产电影中比较少见，尤其作为电影《无名之辈》的导演，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出品人何朱同在3年级丢失了超能力的监制。饶晓志导演的作品常聚焦边缘群体和小人物的困境与挣扎，也擅长以黑色幽默的风格展现人性温度。此次担任电影《阳光照耀青春》里的监制，相信饶晓志将把自身对小人物叙事和戏剧张力的把控经验注入影片中，为影片的荒诞底色和情感内核提供创作支撑。而导演曾海若执导的第3集《众神之的》等纪录片均为豆瓣高分代表作，此次执导电影《阳光照耀青春里》，也为影片赋予了兼具社会议题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双重特质。向阳花刑满释放女性的困境。随后发布定档海报的是由冯小刚执导，赵丽颖领衔主演的《向阳花》，面对生活的坎坷挑战，每个角色身上都呈现出不服输的韧性与顽强的生命力。高月香、赵丽颖是霸气锁喉反制恶徒，面对所遇不公亲手遏制命运咽喉，大胆持刀相对，眼神写满了倔强无畏。黑妹兰西亚是即使被推倒在的，仍咬紧牙关试图再次爬起。胡平王菊是气势夺人，与人对峙也绝不轻易低头。郭爱美程潇是拒绝恶意指责，坚定相信自己内心。预告中，高月香更是一亮相，
就给了挑衅自己的人贩子狱友一记响亮的耳光。其实这是一个苦命的角色，为给女儿购买价值20万的人工耳蜗，高月香铤而走险，被判刑入狱2年4个月。也因这段经历，他结识了黑妹、邓红、胡平和郭爱美。他们虽然性格不同，但却都有和生活硬碰硬的态度。不服输、不认命的他们，面对命运挑战，面对出狱后周遭的冷言与排斥，一路为彼此撑腰，向阳重生。这几乎是近年来影坛上罕见的聚焦刑满释放女性的生存困境，真实反映她们在回归社会过程中面临的道德审判、生存压力与情感挣扎的勇气之作。不说话的爱，聋哑群体的日常点滴。昨天，由沙漠执导，陈国富监制，张艺兴领衔主演，改编自感动百万观众的同名催泪短片的《不说话的爱》定档4月3日，将提前1天掀开清明档的帷幕。聋人父亲小马张艺兴是为了女儿木木李洛安是铤而走险，被骗犯罪。一场专门利用聋人犯罪的骗局渐渐浮出水面。在这场有关利益与欺骗的圈套之下，小马和木木间那份无条件且无保留的爱意显得尤为动人。正如木木对小马所言：“等我长大，保护你，温暖而有力。”在同时发布的《我保护你》版海报中，小马和女儿木木隔空相望，温暖相伴。小马面带伤痕，神情忧虑地看向远方，而木木如阳光般的治愈笑容，一次次照亮着小马。也许世界会说谎，但爱永远不会。其实不说话的爱不仅是一个父女感情的故事，更是聚焦于聋哑群体的生活，展示他们的日常点滴。影片没有过分渲染或煽情，而是通过平淡的细节展示出他们生活的真实面貌。这种表现手法既尊重了聋哑群体，也让观众更加理解和体会他们的生活。影片的治愈系画面、温暖的亲情表达，相信将成为感动观众的重要元素。赵丽颖、张艺兴、肖央瞄准清明档，这个小档期能再创纪录吗？对此，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